要想对付崛起中的中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，美国空军必须加强相应的训练，但是在这个方面，他们却获得了凄惨的评价。据美国空军杂志报道，说美国知名智库传统基金会近期呢公布了2020年美国军事实力指标。那么其中呢，被视为对抗中国的关键力量是美国空军，但是在这个实力指标中，美国空军仅仅获得了第2差的凄惨评价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在2020年美国军事实力指标这个评价中呢，共分为了这么几个等级和档次，它们分别是非常弱、弱、勉强、强、非常强5个等级。传统基金会将美国空军的战斗力评价为中等的勉强，但战备能力和整体的评价均为弱。勉强和弱加起来，这问题就严重了。那么其理由何在？美国空军不是世界最强大的空军吗？现在为什么给他一个弱的评价，或者是个勉强的评价呢？其主要原因就包括飞行员的平均飞行时速太少，而且加上飞机老旧，良好率太低，从而呢影响了它的出动率和作战能力。当然，他们认为对第5代战斗机的投资也不足，也就是说，他对 F-35、F-22这些隐身战斗机的生产和改进的投资不足，从而也影响到了它的战斗力。那么，这个弱和勉强的评价是怎么来的？有数据为证。美国空军的飞行员在2020年度，它的出动率仅为每星期1.5次，也就是说2周飞3次。飞行时数呢，平均下来每年只有131小时，远远低于它的正常标准底线的出动率。那么它这个标准底线是多少呢？每周你起码要飞3次，年平均飞行小时要200小时。那么现在他公布的这个每周1.5次和每年131小时的飞行时速，已经创下了历史新低。那么这个历史新低造成的影响还是比较深远的，因为飞行员的训练时数降低了，训练水平会相应的下降，恐怕需要耗费数年时间才能弥补。那么为什么这么讲呢？一般而言，飞行员在作战飞机上的飞行时速是和他的训练水平、作战能力密切相关的。如果你年平均的飞行时速在100小时以下，那么这些飞行员是吧，只能维持正常的起降训练和相应的操纵记录，否则的话，你间隔时间太长，上了飞机以后，很多操纵动作你都忘了，就会带来相应的危险。一旦操纵失误，可能就会造成事故。因此，100小时以下只是维持你基本驾驶术的熟练。那么，美军飞行员过去每年平均飞行时速大概在200小时，这里面呢有高强度的战术训练和相应的演习，才能保持每年你飞200小时。这个数量在世界各国空军中应该说是比较高的。那么如果是吧居中的话，就是又能维持你的驾驶术训练和一般的战术训练、对抗训练，起码呢每年你要飞150小时左右才能够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水平。现在美国空军的飞行员的年平均飞行时速只有131小时，要比150小时还要低，这可能问题就比较严重了。何况它还是一个平均数，由于它现在列装的 F-16、F-15等战斗机呢属于3代机，技术相对成熟，年平均飞行时间呢比较长，因为它故障的概率比较低，从而呢驾驶3代机的这些飞行员，他的
年平均飞行时间可能差不多在200小时左右，甚至呢，个别还多一点。但是把这个指标拉低的，不是这些3代机的飞行员，而是4代机的隐身战机的飞行员。比如说 F-35战斗机、F-22战斗机。F-35战斗机呢是一款新的战斗机，刚刚生产出厂。那么按照浴盆曲线的这个规律来看，早期出厂的飞机故障率肯定会高，它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磨合，逐渐呢才能把故障率降低，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。那么现在 F-35呢正好处于浴盆曲线的上端，因此故障率高，必然会影响到它的出勤率。而 F-22呢，这款重型隐身战斗机可能问题就更为严重了，因为它的产量非常低，再加上呢服役时间也比较长了，有可能呢处于浴盆曲线的另外一个高端。美国空军呢现在有186架 F-22，其中呢28架是专门用于训练的，还有16架呢是用于测试新设备的。那么只有100多架是用于执行日常的战备任务，甚至是战斗任务的。但是这100多架现役的 F-22隐身战斗机，它的完好率非常低，只有52%。这也意味着这100多架里面只有74架 F-22是有能力随时投入战斗的，其他的不是处于检修状态，就是处于排故状态，无法起飞升空执行作战任务。因此，就美国空军目前的训练水平而言，它确实是处于一个低谷期。相关的智库给它一个比较低的评价，应该说也是相对客观和准确的。至于美国空军怎么解决它的完好率和出动率低的问题，恐怕美国空军不得不采取其他的措施来补救了。好，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